明日就是傅承霄的登基大典，我诚心祈祷，只求他地位稳固，千秋万代。队伍明日一早就出发，务必把他留在甘露寺。登基大典结束前，不许他回宫。殿下，娘娘陪您出生入死，若知晓您封了温姑娘为后，恐怕会与您决裂。哼，他满手血腥，粗鄙不堪，怎配母仪天下？孤留他一命，已是恩赐。甘露寺清净，正好洗洗他身上的杀孽。我把他送到那儿，明面上是祈福，实际上还不是为了让他不要在封后大典上和九儿闹。明日结束后，姑再接她回来做个贵妃便是。姑马上就是天子，雷霆五路皆使君意，他难道还敢抗旨不成？傅承霄，天子之位可没那么好做。阿月，可是生姑的气了。姑知你一贯不信神佛，但你昔日夺城铸下京官，杀伐过重，如今满城流言四起，都说太子妃凶名有碍国运。姑让你去甘露寺祈福，也是为了保全你的名声。裴将军巾帼不让须眉，姑一生之愿，便是与你共治天下。手怎的这样凉？你身边的人都是怎么伺候的？姑今日非要发落了这些欺主的奴才。是我让他们今天不必进殿里伺候的。殿下既然要我来甘露寺祈福，我自然要尽早适应寺院清苦。你果然是在怪我。但是阿月，你我成婚多年，我又何曾委屈过你？我早就暗地遣了心腹与你同往，一应吃喝用度都与宫里无异。等3月一到，我就立即接你回来，好好补偿。陛下怕不是要立他人为后，所以遣人来盯着我，怕我坏了你们的封后大典吧？说笑了。不过殿下既然如此爱重于我，倒不如同我一道前往甘露寺祈福，哪怕只是短短一日，也足以证明陛下心诚。我朝国运定当昌隆。阿月，你莫要耍小孩子脾气。如今前朝后宫诸事繁杂，姑是片刻都不能离宫的。殿下，我的累累战功，在你眼里却成了洗不掉的杀孽。既然殿下这样认定，臣妾记下。乖，你且去那里安心住上3个月，只当洗去一身杀孽，往后便安安稳稳的在我身边闲度岁月，再也不用受那些沙场之苦。报！将军，您方才交代的谋逆之人，属下已经替您捉拿回来了。带进来。裴之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承霄哥哥救我！这些人居然敢对我动手！放肆！还不快给温九儿松绑！裴之月，你的人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连我的命令都不听了！我看要谋逆造反的人就是你吧！殿下说笑了，我除了是您的太子妃外，
也是柱国将军。你看到的身边之人均是部将，您若是想要他们听您的，那就是调兵遣将，自然要先拿出虎符给他们看的。至于温姑娘，便私穿帝后专属的明皇朝服，这不是谋逆，又是什么？程潇哥哥，我好怕，裴姐姐该不会想要杀了我吧？阿月，九儿的皇后朝服是我亲自赐下的，你不要为难她。我知道了，那既然这样，想必明日一早也是温姑娘启程前往甘露寺。你是疯了吗？她又不是你，何须去那等地方？更何况，若不是你当年屠城惹得天怒人怨，我何至于出此下策？如今他大哥在边境和谈，北狄可汗恨你入骨，点名要你项上人头才肯退兵。他替你担着天大风险接下后位，你不知感恩，居然如此害他！你到底答应了他们什么？原来裴姐姐还不知道呢。你那个自小相依为命的妹妹，自愿顶替身份已经被送去北狄了。说起来，这也算是因你而死吧。姐姐如今身上可是又多了一条人命。退下！阿月，刺伤楚军是大罪，但是姑念你一时情急，不会与你计较。你莫要再胡闹了，乖乖去甘露寺避避风头。回来时，我们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走了多久？不过是个庶妹，也值得你如此。我问你，他走了多久？今日傍晚出发，不过2、3个时辰。去查。你要去哪儿？禁军已封锁宫门，不管是你还是你那些部下，你们都出不去的。前女一身安社稷，不知何处用将军。朝廷若靠女子换太平，还要将军何用？等我登基，必收复失地，让边境百姓再无战火之苦。阿月，多谢你留在朝中帮我，我不要你坐在后宫绣花的皇后，我要你做与我并肩的天子剑。我常年征战沙场，替大印稳住万里江山，不成想我这把浴血拼杀的天子剑，竟早就成了太子殿下多余的累赘。原来殿下心中的将军，竟然是这样用的。我今日真是受教了。来人，按住他！太子妃忧思过度，有些失心疯了，送她回屋休息。明日一早启程甘露寺，不许任何人跟随。阿月，你冷静些，姑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？牺牲一人便能换来边境安稳，救下万千将士与黎民百姓，这有何不妥？如今朝堂根基未稳，实在经不起再起战乱，再动干戈只会生灵涂炭。好一个经不起战乱！那殿下倒是说说，这偌大江山，究竟是为何走到这般经不起战事的地步？我入朝为将这些年，温家克扣军饷、虚报战功，桩桩件件我都清楚。水至清则无鱼，这个道理我懂，所以我没有计较。可你也上过战场，你也知道边关的烽火台是谁的骨头垒起来的，你知道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？北狄人当年屠了我们城池整整10日。可如今温九儿怕听战鼓声，你便遣人和谈，你让那些埋骨沙场的英魂，连葬身之地都成了敌国的疆土。在你心里，这万里江山、10万忠魂，竟都比不上温九儿一滴眼泪吗？一派胡言！边关早就在温侍郎的斡旋下签订了盟约，哪来什么阴魂无归之所？裴之玉，你不过是因为没有登上后位，心里不舒服，争风吃醋罢了。我看你是真的被杀念迷了心窍。来人，即刻将太子妃押往甘露寺，也不必等到明天了。对了，把你的虎符也交出来。从今往后，禁军与边军皆归朕亲自调遣。你确定你能握得稳这虎符，调得动这千军万马？打了一辈子仗护着他，原来就是护了个笑话。阿月乖，你要知道，我这也是为了咱们能白头到老。等你回来，这皇后的位置……程潇哥哥，我肚子好痛，
该不会是孩子？太医，快去宣太医！九儿腹中可是孤的皇子，不能有半点差池。太子妃娘娘，您这边请吧。九儿别怕，姑马上就是天子了，身上龙气自会庇护你和孩子安然无恙。林副将已经带人先去追二小姐了，让您不必担心。傅承霄，你以为收了一块铜牌子就能收走我手下的将士？宫里的钟鼓已经响了，天亮之后登基大典就要开始了。无妨，他这个天子，怕是要当到头了。陛下放心，温娘娘只是受惊吓动了胎气，静养几天便无大碍了。陛下掌心的伤口也需及时处理，以免感染。殿下，今日是怎么了？裴之韵今晚太乖了，完全不像她的性子。换做往常，她绝不会忍气吞声，多半会直接动手。乖乖交了虎符离宫出宫，这里面绝对有问题。你立刻带一队禁军，快马去追太子妃的队伍。不得！承霄哥哥，别想那么多了，都是我不好。要不，你还是把裴姐姐接回来吧。千万别为了我让你们生了嫌隙。裴姐姐手握重兵，万一她，可千万不能把她逼急了，起兵造反啊！我本想送他去甘露寺避祸，保全他的性命，可他这般安分，反倒让我心底发慌。难道他早已暗中布局，根本不受虎符牵制？是九儿不好，气走了裴姐姐，但是你别生裴姐姐的气，她只是……你不要替他求情，我现在就派人过去追他，一定会把裴之月困在甘露寺，再也不能兴风作浪。你先好好休息，天亮了还有封后大典，别累坏了身子。有虎符在手，边关禁军就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裴之月就是兵权握太久，越来越肆无忌惮，正好借这次机会敲打他，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好生伺候温娘娘，日后她就是当朝皇后。是。迎边退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今日唯一缺憾，就是少了裴之月跪拜朝贺。无妨，陛下，等他从甘露寺回来，再来补这一拜就好。到时候他就该学会像九儿一样温顺听话，令朕安心。不好了，大事不好！陛下，不好了！北狄撕毁盟约，10万铁骑踏破了雁门关。温侍郎被斩于阵前祭旗，敌军已经攻破通州，离京城不足100里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温侍郎明明已经和北狄签订了100年盟约，他们承诺永不犯境的。是假的，我们全被北狄人骗了。他们根本就没想和谈，他们听说裴将军已经出城后，立刻撕了盟书，举兵南下了。陛下，他刚刚说什么？臣妾的哥哥死了？我把裴仁玉赶走了，唯一能守江山的人。快去拦住裴芷渊的队伍，把虎符带上，把朕的金牌也带上。你们告诉他，只要他肯回来带兵退敌，朕什么都能答应他，要什么朕都能给。还有你，朕差点忘了你，都是因为你们兄妹，才害朕夫妻离心，传朕旨意，即刻废掉温九儿皇后之位，朕的皇后只能是阿月。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求陛下开恩。承霄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哥哥死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还
有我们的孩子，你不是答应我一定会封他做太子的吗？宣太医，把他肚子里的孩子用药打掉，免得阿月回来看了心里膈应。丞相哥哥，陛下，求您饶了我的孩子吧！朕说了打掉，听不懂吗？如今大军压境，除了裴之月，谁还能领兵迎兵？要是让北狄破了城，别说一个孩子，就算是你们和朕，北狄攻城破城，所有人都落不下好下场。只要裴之月回来退兵，朕依旧是稳坐江山的帝王。一切的许诺都是暂时的，等战事结束，都能重新算计。裴之月不见了，北狄人和我们的人都没找到。完了！阿月，你究竟在哪里？朝野上下都以为我走了，北狄也以为我彻底离开了京城。你们消息传得好，大英所有人都被表面的太平景象骗了。10万北狄铁就近在百里，只有傅承霄还在宫里做着美梦。将军，都安排好了。京郊大营3万精锐已经进入指定位置，只等您的信号。城内各条街巷的暗桩也已就位，北狄人一旦进城，我们就能立刻切断他们的退路。好在我根本没去甘露寺，也没必要去追裴宁。将军，裴宁姑娘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无妨，那姑娘胆子和心智都远超常人，不可能乖乖赴死。我早已安排暗卫和副将尾随保护，傅承霄的人抓不到她。将军，您看。走吧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进城之后不抢不杀，刻意装出仁德模样，百姓这下放松警惕了，压根儿不在乎谁做天下。3年朔方城破，安抚百姓，开仓放粮，等所有人彻底放下戒心，他们就会露出真正的獠牙。将军，时辰到了，该行动了。盯住了他们，北狄人一向会先让百姓放下防备，然后立刻动手伤害他们。我早就看透了。他们的仁德全是骗人的把戏，北狄根本不想要空城，他们要土地，要百姓，要整片中原江山。他们想磨灭中原人的根，让所有人归顺北狄。将军，他们进了皇城了。发信号，准备跟那群蛮子决一死战吧。陛下，快走吧！不，他会回来救场。他回来，朕就还是皇帝；朕跑了，就成亡国君了。果然是中原皇城，真是富丽堂皇。耶律荣，你我早已签订100年盟约，你为何背信弃义？盟约？哼，傅承霄，你也配和我谈盟约？说好了要把裴之月给我送来，现在他人呢？你是在找我吗？你根本没走，骗子！中原人实在太过狡诈了。朕早就料到耶律荣你狼子野心，假意和谈，实则包藏祸心，故意放出了阿月被送走的假消息，就是为了引你倾巢而出，钻进朕部下的天罗地网。我倒是不知，怎么我拼死布下的局，倒成了陛下的功劳。原来如此，裴之月，枉你称得上战神，却还是个不得夫君信任的可怜之人呢。倒不如你就此跟了我，肯定比这个软脚驴强上100倍。我们共享天下，你就再也不用打打杀杀了。是谁给你们的自信，觉得我怕这些打打杀杀？难道不知这世上的女人是最不怕见血的吗？更何况，你该不会还以为有跟我谈判的资本？你别得意，我带来了10万铁骑，就算中了埋伏，你们也休想全歼我们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整个京城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10万铁骑，将军，京郊3万精锐已从东西南3面合围，截断了北狄军的退路。目前北狄先锋营已被全歼，主力正在溃散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没了虎符，怎么可能调动这么多军队？
你杀了我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看看你身后那个男人，你效忠的皇帝他猜忌你、忌惮你，你手上沾的血越多，他就越怕你，你迟早会死在你们自己人的手里。现在轮到你了。阿月，阿月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阿月，你我是年少夫妻，何至于走到如此啊？都是温家兄妹，是他们骗我，温九儿勾引我，说你迟早会谋反，都是他们挑拨的。我不过是一时被他们蒙骗，阿月，我只是一时糊涂啊。傅承霄，我以前还觉得你这人能托付终身，所以我为你打遍四方，满身是伤。可我直到现在才看明白，你只爱能捧着你的人。阿月，阿月，你看看我，我已经把温九儿废了，她的孩子是被我命人打掉的。你是我的发妻，这天下本来就该是咱们两个人的。那为夫帮你把他杀了出气好不好？腰斩、凌迟，你喜欢什么？我都亲自动手。傅承霄，你这个懦夫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当初是你说爱我，是你说要封我为后，说我的孩子做太子继承大统，现在你为了活命，竟然要杀我！阿月，你看，我和他已经恩断义绝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今后我的身边再也不会有旁人，只有你。只有我一人，这倒是好。我更喜欢这天子之位上也只有我一人。比起共享天下，我更想一人独享。毕竟你傅承霄德不配位嘛。算了，给你们个选择，你们俩只能活一个，快抢吧！不要怪我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女人是最不怕见血的。耶律荣已死，北狄大军已无主帅，望各位束手就擒。报！我军将北狄兵追杀百里，斩杀俘虏数万北狄兵。报！将军，咱们这一仗打废北狄主力，10年之内他们不敢再南下了。宫里宫外都在传，是裴职越杀了皇帝抢皇位，真的假的？若真如此，那裴职越此人德行不够，坐不稳江山的。诸位大人不必再查了，先帝并非死于他人之手，是被北狄可汗耶律荣所杀。那日耶律荣冲进太和殿逼先帝退位，先帝宁死不屈，却在搏斗之时不幸被弯刀刺中胸膛。我亲眼所见，绝无半句虚言。这是先帝与耶律荣搏斗时，从耶律荣身上扯下来的北狄王佩，诸位大人可以查验。怎么是他？他说这话是何意味？是你杀了当今圣上，弑君可是灭九族的大罪。若是日后傅家其他子侄登基，你们温家9族都不够住。那我要怎么做？我坐上那龙椅，你就能活。该怎么做，你清楚。本宫到底是没被先帝旨意废除的皇后。先帝殉国，
死于北狄人之手，是裴植月前来救驾，救我大印于水火。先帝驾崩前，本宫在现场，他将玉玺交给本宫，嘱托本宫，只有裴植月才能坐稳江山。原来先帝殉国真相竟是如此，是我等妄议朝政了。北狄可汗作乱，先帝以身殉国，前太子妃清白无污，我等知错。将军，仍有部分老臣私下上书，直言否极司臣，祸乱朝纲。折子不必送到殿前，自行处理干净。属下遵命。阿姐，我准时赶回宫了。听说大典诸事皆已备妥了。帝即位，改元大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傅承霄费尽心机，只做了1日龙椅，如今倒成了我的。恳请陛下恩准，容我入甘露寺终生礼佛，为大雍祈福，为我未出世的孩子祈福，亦为陛下祈福。准。来人，将傅承霄以帝王礼下葬，谥号为阳。傅承霄一生好内远礼，去礼远众，逆天虐民，这一字一评，他完全配得上。陛下，有人想见您。朕今日谁也不见，若是有事，明日上朝再说。下去吧。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臣沈彦州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哇，这可是沈彦州，大雍最年轻的首辅。是啊，北狄围城时他在江南查盐，如今大局落定，他偏偏赶在这时回京。沈大人一路舟车劳顿，何罪之有？只是这朝堂易主，先帝以尊熹为样，沈大人这声陛下，叫的可是朕。大雍江山为强者居之，陛下能以3万精兵全面北狄主力，自然当得起这声陛下。只是臣在江南听闻，先帝驾崩于太和殿内，乃是北狄可汗所为，而指认凶手的，竟是被废弃的温氏。是，你想质疑什么？沈首府这是公然质疑先帝死因啊！陛下新朝出力，这般对峙，怕是要出大乱子。温氏亲眼所见，并呈上北狄王佩为证。沈大人莫非是在质疑朕包庇凶手，还是在质疑这满朝文武皆是瞎子？臣不敢，臣只是觉得温氏一介女流，在这场大变中竟能全身而退，甚至自请去甘露寺礼佛，实在令人叹服。臣恳请陛下为保皇室清誉，重审先帝驾崩一案。听说今天沈彦州在朝堂上让你难堪了，要我的意思，不如就……沈彦州此人为官多年，手握江南财硕，朝堂门生无数，根本不是傅承霄那种草包。他根基深厚，绝不能轻易动。这样的人能为我们所用，自是最佳。不说他了，阿姐先看看这个吧。甘露寺那边有动静了，温九儿那个毒妇果然没有安分守己。温九儿主动请去甘露寺礼佛，说的好听是祈福赎罪，背地里天天借着抄经，跟外面人偷偷传信，还把自己包装成被逼杀夫的可怜人，故意歪曲事实。最离谱的是，他居然暗示自己腹中还留有皇家血脉，那个孩子不是被傅承霄亲手逼着打掉了吗？他居然还敢拿这种事做文章。假的又如何？只要有人需要这个血脉作为造反的旗号，假的也能变成真的。
我亲眼见过他在血泊里发疯的样子，为了活命，为了权势，他比谁都狠。他联系的人是谁？查清了吗？极其隐秘，但暗卫追踪了几次，线索都断在了内阁首府的府邸附近。阿姐，是沈彦舟，他想利用温九儿来对付你。沈彦舟和傅承霄有旧情，他自有想要守护傅家血统的心思。他根本不在乎什么真相，他只需要一个理由拉我下位，而温九儿就是他挑好的一把刀。不要打草惊蛇，既然他们想玩这家借尸还魂的戏码，那朕就给他们搭个戏台。传朕的旨意，明日起加派禁军保护甘露寺。首府大人基夜入宫，若是被外人知晓，怕是要参你一枕大不敬之罪。陛下连谋朝篡位的骂过都不怕，还会在意臣的这点不敬吗？沈彦舟，你是不是觉得朕不敢杀你？陛下当然敢，这世上的女人最不怕见血，这可是陛下亲口教给温九儿的道理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你还敢来挑衅朕？你以为凭你几句莫须有的指责，就能撼动朕的江山？臣自然不能，但如果是先帝的遗腹子呢？如果满朝文武都知道坐在龙椅上的不仅是个弑夫篡位的逆贼，还是个绝嗣的毒妇呢？你是铁了心要拿温九儿那个压根儿不存在的孩子来扳倒朕。傅承霄瞎了眼，才会把你这种人当作兄弟。你不过也是个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疯子。彼此彼此。裴之月，你记着，这朝堂不是你的边关沙场，你手里的长枪刺不破江南的士族网，也堵不住这天下的悠悠众口。那我们就走着瞧，我看看是你的诡计更深，还是朕的刀更利。阿姐，这不过3日时间，京城彻底乱了。先帝遗父子的流言传遍全城，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议论，更有太学生跪在午门，高喊迎回先帝血脉，匡扶正统。你可走来走去的，在这儿晃得我头疼。阿姐，这些人简直是疯了！我去把那些带头闹事的书生全绑了，我就不信他们的骨头比我的剑还硬。愚蠢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。沈彦舟要的就是朕大开杀戒，好坐实朕暴虐成性、屠戮忠善的罪名。沈彦舟是文臣之首，他太清楚怎么利用这天下人的笔杆子来杀人了。武将用刀，文臣用诛心。既然他们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室血脉，朕若不亲自去甘露寺体恤一番，岂不是显得朕太冷血了？阿姐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去甘露寺？可是那里现在肯定已经被沈彦舟的人渗透了，万一有诈……朕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，沈彦舟还在江南念4书5经呢。传朕旨意，明日由首辅沈彦舟亲自伴驾，朕要亲自去甘露寺探望有孕在身的温姑娘。臣遵旨。陛下当真是威风。这场棋局他布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当面和我清算。他装得一派坦然，实则怕是就等着在甘露寺给我致命一击。沈大人真是好定力，只是不知道等会儿见到了温姑娘，沈大人的戏还能不能唱得这么滴水不漏？臣只求真相。若温姑娘腹中确是先帝骨肉，还望陛下能念在与先帝的夫妻情分上，留着孩子一条生路。
夫妻情分。沈彦舟，你信不信？傅承霄若还在世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这个觊觎皇权的逆臣。罪妾温氏叩见陛下。温九儿，你在甘露寺这几日，气色倒是养得不错。听闻你有了身孕，先帝打掉你孩子的事情，传的可谓是沸沸扬扬。看来这事儿并不真实啊！你的孩子还在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怎么不早点禀报朕？陛下，温姑娘毕竟受了惊吓，臣以为不如先让太医为温姑娘请脉，以安天下人之心。首府大人说的极是，带上来。这位可是当时先帝特命好好照顾温姑娘肚子里孩子的太医呢。李太医，你来告诉首府大人和全天下的百姓，温姑娘腹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微臣当日亲手为温姑娘熬制落胎药，亲眼看着温姑娘饮下，温姑娘腹中绝无可能有孕啊！你胡说！你被裴之月收买了！我的孩子还在，承孝哥哥的孩子还在。温九儿，你是不是真以为凭沈彦舟给你出的这些下作主意，就能保住你的命？你是个疯子！你杀夫篡位，你不得好死！来人，既然温姑娘说她有孕，那就把她的肚子剖开，朕倒要看看里面到底藏了哪门子的皇上。陛下不可！当众剖腹，乃是桀纣之举。陛下难道真想让天下人都认定你是个残暴不仁的暴君吗？沈大人救我！他要杀我灭口！他是个恶鬼！你装什么清高？你明知道她没有怀孕，你明知道这一切都是你为了掀翻朕而捏造的借口，你把她当成棋子推到朕的刀口下，现在又来装菩萨。哼！沈大人。臣确实知道她没有怀孕，但臣也知道，陛下一定会用最极端、最暴烈的手段来解决她。裴之月，你太傲了，你以为你的兵权和屠刀能解决一切？你懂怎么打江山，却根本不懂怎么坐稳江山。我要的是天下人都看到你的暴虐，看到你的孤立无援。只有当所有人都背弃你的时候，你才会明白，这朝堂之上，只有我能做你手里那把斩不断的天子剑。你要称帝，就只能依靠我。沈彦舟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。朕不需要任何人作践，朕自己就是这天下最锋利的刀。陛下若杀了我，江南的赋税、朝堂的文官便会彻底失控。没有臣，这龙椅你坐不稳。你为何要帮朕坐稳这皇位？
大庸刚平战乱，处处都是烂摊子。你能打仗定江山，却逼不出粮草银钱。于我沈家而言，谁登上这皇位不重要，我要的是谁能给我沈家千秋万代的权势与财富。还有就是，我沈燕州要的是你。沈大人这条命，且先留着替朕干活吧。裴志远，你去死吧！去给丞相哥哥陪葬！阿姐，怎么处置？温氏假孕乱宗，意图谋刺君王，罪无可恕。沈大人，依大庸律例，该当何罪？依律当凌迟处死，株连九族。你答应过我，让我活，让我家里活的。朕说的是，你要是老实，我自会留你温家一命。可是温九儿，你不老实啊！就按着首府说的做，但凌迟太便宜温九儿。来人，给温九儿灌下哑药，挑断手脚筋，打入甘露寺地宫。朕要她活着，日日夜夜听着这寺里的诵经声，为她自己，也为她那个好哥哥赎罪。沈大人，这出戏朕看腻了。明日早朝，朕希望能看到首府大人的安民折子。陛下，今日边关太平，城内亦是安稳。陛下治理得好啊！这半个月朝堂安静的诡异，太学生散了，沈燕州也装起安分，根本没安好心。看着是风平浪静，怕是暴风雨要来的前兆。阿姐，户部那边又在哭穷了。北疆大选，将士们需要冬衣和炭火，可户部尚书却说江南盐税还未收上来，国库空虚，只能先拨30%。好一个国库空虚！傅承霄在位时，为了讨好温九儿，修一座摘星楼就花了100万两白银。如今边关将士要冬衣，他们倒学会哭穷了。这是沈燕州在给您下马威，户部尚书是他的门生，江南盐务更是他的大本营。他这是在卡我们的脖子，逼您向他低头。沈燕州就是想拿捏国库钱粮，想让我知道，没他点头，我这个皇帝寸步难行，逼我做傀儡。他以为捏住了国库就能捏住朕。宁儿，既然国库没钱，那我们就去有钱的地方拿。阿姐的意思是？传朕密旨给黑羽卫，将傅承霄昔日提拔的那些贪官污吏，连同江南盐商中与朝廷勾结的蛀虫，给朕列一份名单。哼，既然他们说水至清则无鱼，那朕今日就抽干了这池子水，把鱼全数捞上来。哇，新帝继位，抓这么多贪官！哎，你瞧瞧新帝用贪腐铁证堵上所有人的嘴，这下谁还敢说新帝这皇上做的有问题？就是，其实谁做皇帝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日子能过好就行呗。住手！都给本官住手！谁允许你们没有手令随意查抄官员宅邸的？首府大人，我等只听命于陛下，首府大人还是别为难我们了。陛下未经常朝，不经三法司会审，便指使黑羽卫擅自抄家灭族，这是暴政！12位朝廷命官连夜下狱，陛下到底想干什么？沈大人发这么大火，
是因为朕抄了你的钱袋子，还是因为朕没有按照你的剧本演？你们不是说国库空虚吗？朕现在把国库填满了，沈大人不该替将士们叩谢皇恩吗？你以为用这种强盗手段就能治国吗？你把百官推到对立面，你孤立无援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低头？为什么就是不肯依靠我？沈彦舟，你越界了。傅承霄是个蠢货，他配不上你，他只知道利用，却又害怕你。可我不一样，我知道你有多锋利，我也知道这大雍的江山只有你能扛得起。阿远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把整个江南的财富都捧到你面前，我可以让全天下的读书人都为你树碑立传。只要你做我一个人的皇帝。沈彦舟，说到底，你和傅承霄都是一样自负的人。你们都觉得我再强，也离不开男人撑着。你所谓的帮扶，不过是想给我套上枷锁。沈彦舟，你错了。朕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，更不需要你那点可笑的占有欲。你若还能做个能臣，朕便留着你；你若想做操控我，那朕就用你的头颅去祭朕的万里江山。沈彦舟，你还有什么手段是朕不知道的？北疆大雪成灾，流民暴乱，刚好给了沈彦舟发难的借口。陛下，自古天灾皆是上天示警。陛下以女子之身登基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又纵容黑羽卫大肆屠戮朝臣，此乃逆天而行，惹怒了上苍啊！臣恳请陛下下达罪己诏，还政于内阁，大赦天下，以平息天怒。恳请陛下下罪己诏。上天示警，好一个天怒人怨！北疆大雪，百姓无衣无食，是因为上天降罪，还是因为户部迟迟不肯调拨冬衣粮草？这群国之硕鼠，把贪墨军饷的罪过推给老天爷。老天爷若真有眼，第一道雷就该劈死你们！妖女乱国，你这是要毁了大雍的根基呀！裴宁，臣在。将这妖言惑众的老匹夫拖下去，扒了官服，扔到城门外去和流民一起挨冻。他既然说天灾是朕的过失，那就让他去替朕体察体察民情，看看百姓是想要一口热粥，还是想要朕的罪己诏。妖女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这么做！沈大人，沈大人，你说话呀！户部既然说没钱，那朕就用从那些贪官家里抄出来的银子赈灾。裴宁，朕命你率领3000黑羽卫亲自押送粮草前往北疆，所到之处，凡有克扣赈灾粮款者，无论官居何职，无需请旨，就地正法。臣遵旨。沈大人，这天下不是靠几张嘴皮子就能治理的。你若只会搬出老天爷来压朕，那这个首辅你也不必干。陛下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朝堂上的闹剧收尾了，沈彦舟的后手当年的旧账是时候一次性清算干净。我们去甘露寺地宫，有些账该收网了。看来这半个月你过得很清醒，你一定很盼着他赢，替你杀了朕。可惜啊，他连你的死活都不在乎，
你在他眼里不过是个用来试探朕底线的耗材。你那个好哥哥替傅承霄卖命死在了阵前，你又替沈彦州卖命落得这般下场，你们温家还真是圣臣被人利用的蠢货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一定更恨沈彦州，毕竟是他给了你希望，又亲手推你入深渊，换谁都忍不了。你想报仇吗？沈彦州掌控江南盐税多年，账目做得滴水不漏，但他生性多疑，绝不会把真正的底账毁掉。把账册的下落告诉我，朕不仅让你亲眼看着他死，还可以给你个痛快。你倒是没让朕失望。放心，你说的若是真的，朕会给你个痛快，给他换个干净的牢房，留着他的命。过几天，朕要送他看一场。不知陛下深夜召朕，有何要事？沈大人，这莲花庵的香火烧得可真旺啊！这本账册里不仅有你贪墨的1200万两白银，还有你联络江南士族意图架空皇权的往来收信。怎么，首府大人现在不跟朕谈天命了？我算计半生，层层布局，最后居然栽在温九儿手里，居然是他毁了我的全盘谋划。陛下打算如何？杀了朕，臣一死，江南必乱。杀你，那太便宜你了。朕不杀你，朕不仅不杀你，还要升你的官，加你的爵。从明日起，你沈彦州就是替朕去江南清查盐税的钦差。你要亲手去抄了那些依附于你的世家，亲手砍了你那些门生的脑袋，把欠国库的银子一分不少的给朕追回来。不要让我去杀我的人，你不如杀我反倒痛快。你这是要我亲手毁掉自己一辈子的布局，你是要让我身败名裂，被所有门生世家唾弃，彻底沦为孤家寡人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只有你配做朕手里的刀吗？那朕现在就握紧你，沈彦州，去做朕最听话的一条狗，否则明日早朝这本账册就会出现在每一个御史的案台上。裴之月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沈彦州，朕只是想靠自己坐稳皇位，你又为何从中作梗？朕清楚了，臣领旨叩谢天恩。阿姐，你真的放心让他回江南？江南可是他的地盘，万一他借机起兵造反呢？他不敢，他也做不到。造反需要名正言顺，需要一呼百应，但他现在手里捏着的是催命的尚方宝剑。他第一站要去的就是他恩师两江总督的府邸。等他砍下他恩师那颗德高望重的脑袋时，整个江南士族都会将他视作欺师灭祖的活阎罗。他这辈子攒的名声铺的后路，一刀就得全部作废。那么之后，他除了依附我，他没有半点退路。才半个月，江南的消息就全数传回京城。沈彦州比谁都清楚江南士族的命脉，下手半点不留情。两江总督满门被抄，盐运使当众枭首，大半江南富商被查差，江南官场彻底乱了。往日和他交好的文官，如今全都翻脸。
字字句句都要他死。传朕的旨意，沈首府替朕整顿礼制，劳苦功高。凡有上节子替江南不法之徒求情者，皆牵同同责，交由黑羽卫彻查。这枚棋子是我亲手布下的，他动作越决绝，得罪的人就越多，最后只能紧紧攥着我这唯一的靠山。睁开眼看看，朕答应你的好戏开场。看到那些人了吗？他们就是沈燕州在江南的党羽。你曾经以为只要沈燕州赢了，你就能翻盘，你就能继续做你的太后美梦。可现在，是你心心念念的沈大人亲自把他们送上了绝路。沈燕州现在已经是全天下树敌最多的铁面权臣，他为了活命，像条狗一样在江南替朕咬人。你猜，如果他现在站在这里，是会可怜你，还是会亲手活剐了你，以此来向朕表忠心？朕也佩服你，皮肉之痛熬了这么久都没垮。可现在你赌的靠山，赌的翻盘机会，全都是我随手布的局。扔去乱葬岗，这场戏也该落。臣沈燕州叩见陛下。阳春3月离京，深秋霜降归来，江山没变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半生布局，百官声望，江南根基，全毁在了自己手里。首府大人辛苦了。江南盐务肃清，国库充盈，此乃不世之功。赏黄金1万两，赐御前行走，加太保衔。臣叩谢天恩。恨朕吗？陛下教会了臣一个道理，在这朝堂之上，没有什么清流名士，也没有什么不朽的名声，只有刀和握刀的人。臣在江南杀了臣的恩师，杀了臣的3位同窗，还有无数将臣视作领袖的门生。他们临死前指着臣的鼻子，骂臣是背信弃义的畜生，是大庸的罪。现在，这满朝文武，甚至这全天下的读书人，都恨不得生啖臣的血肉。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名声，没有退路，没有党羽。裴之越，你赢了，你亲手斩断了我所有的羽翼，把我逼成了一个只能依附于你的孤臣。现在，你满意了吗？你敢说你永远都不会丢弃这把沾满自己人鲜血的刀吗？沈燕州，你给朕听好，只要你这条狗还能替朕咬人，朕就会给你天下第1等的荣华富贵。但你若敢再起半分反骨，朕会让你知道，下地狱都比背叛朕要舒坦得多。朕有足够的时间和你耗着，直到把你这把刀彻底磨得只认我一人。阿姐，沈燕州最近查到了礼部尚书头上，礼部尚书历来谨小慎微，这次不过是私下抱怨了几句新政苛刻，沈燕州便搜罗了他强占良田的旧案，想要满门抄斩。是不是杀伐太过了些？杀伐太过，这天下最不缺的就是自作聪明的官。沈燕州这是在向朕邀功呢，他要让朕看到他这把刀永远锋利，永远不会生锈。只要他还在替朕杀人，他就还有活着的价值。他越是双手，
沾满朝臣的血，就越只能死死依附。自我驯化的刀，远比刻意栽培的臣子好用。陛下，礼部尚书一案已结，其家产共计白银30万两，已尽数充入国库。涉案家眷82口，明日午门问斩。起来吧，沈彦州，你如今在这朝野上下，名声可是比当年的北狄可汗还要臭了。连3岁的孩童都知道，只要首辅大人一笑，京城就要见血。天下人如何看臣，臣不在乎。臣是陛下的孤臣，只要陛下觉得臣好用，这满朝文武的血，臣可以一直流下去。你倒是越来越懂事了。你是不是觉得，只要你把全天下的人都杀怕了，朕这辈子就离不开你了？臣要让陛下无论看向哪里，都只能用臣这把刀。那你就继续杀，只要你能咬得住，朕就给你这天下最大的权势。他把自己彻底毒死在我手里，这辈子再无半点退路。越是偏执，就越是好用，也越是可悲。陛下，皇家血脉需要得以延续，臣等恳请陛下纳皇夫。荒谬！陛下乃天命之主，真龙降世，尔等凡夫俗子，竟敢妄图用男色秽乱后宫，以此来窃取大雍的江山！张大人，你那长子在京城强占良家害人性命的案子，可是黑羽卫亲自查办的。怎么，你是想把这等败类送进宫里，脏了陛下的眼吗？来人，张御史包藏祸心，意图颠覆朝纲，剥去官服，打入诏狱，诛3族。朝堂众人只知劝我纳皇夫立子嗣，个个都打着拿捏皇权的算盘。也就是你，敢替我堵死所有人的路子，疯得纯粹。臣说过，臣会是陛下手里最好用的刀。怎么，首辅大人今日火气这么大？这朝堂上的老臣可是快被你杀绝了。陛下绝不能有子嗣，那些人根本不是为了大雍的江山，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傀儡。陛是这天下唯一的主宰，任何企图用血脉绑架陛下的人都该死。我太清楚你的心思了，你哪是什么忠君，全是私心。你怕我有了子嗣，有了软肋，就再也用不着你这把脏刀，对吗？那依首辅之见，朕100年之后，这大雍的江山该交给谁？臣早已拟定，陛下可在军中与各地辅幼局中挑选根骨齐家、忠诚不二的孤儿，设立天子门生院，由陛下亲自教导考教，能者居之，弱者淘汰。唯有历经血与火淬炼出的最强者，才配继承陛下打下的这万里铁桶江山。连后世的皇帝，你都要替朕养成最无情的机器。准了，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。臣遵旨。只要陛下的江山没有爬人的血脉，臣做什么都值。脏活、狠活、千古骂名，臣全为陛下扛着。起来吧，天子门生院的事宜，你全权督办，无需事事奏诏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，严苛考核，择优处君，绝不留半分隐患。转眼便是宣和10年，这10年，你过得最累。能为陛下分忧，是臣的荣幸，些许辛劳不值一提。这江山能守得住，多亏了你，这么多年辛苦你了。臣要多谢陛下抬爱。年少时，臣不懂事，给陛下惹了不少麻烦。过去的事不提了，起来吧。世人皆骂我酷吏，
可我只想守住陛下的万里江山。只要陛下安稳端坐龙位，遗臭万年又如何？过去这些年了，你还是这么会说话。陛下，风雪大了，保重龙体。好多年过去了，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太和殿吗？臣记得。你老了，朕也老了。陛下不老，陛下万岁。那日，陛下用一杆长枪刺穿北狄可汗的胸膛，也刺破了先帝那可笑的统治。从那一刻起，臣便知道，大雍迎来了真正的神明。那你之前还给我使那么多绊子？曾经是我狭隘，我想护陛下于羽翼之下，却忘了陛下没靠任何个人，是单打独斗走上皇位。那时满朝文武，谁看好一介女子执掌江山？臣自始至终为陛下马首是瞻。早年前我便看清，唯有陛下能撑起这破碎山河，旁人的仁义道德不过是懦弱者的托词。曾经有人告诉朕，女人手上的血腥气太重，有碍国运，不配做天下之主。可如今看来，这万里江山恰恰是用最浓烈的血腥浇筑，才能开出最繁盛的太平之花。陛下圣明，乱世当用重典，太平方存仁义。世人浅薄，不懂陛下宏图。当年傅承霄满口家国大义，贬朕军功为杀孽，温九儿妄图算计夺权。你说他们输在哪儿？他们输在天真，输在以为江山可凭妥协、柔情稳固。或许吧。这世道从无温柔守江山，唯有铁血强权能定乾坤。他们怕陛下的血伤，却不知这是大雍最大的福气。走吧，沈首府，随朕回去，去看看你给朕培养那几个小狼崽子。今晚谁能活着走出天子门生院的猎场？臣遵旨。傅承霄的杨帝之名早已翻篇成过往尘埃，史书留名，唯我宣和女帝。千秋霸业，万古流芳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